剑雨停歇，浑身是血的狼桃也退了回来。先前他意图护着范闲冲杀而出，然而终究没有办法突破密集的剑雨。那两柄噬魂弯刀在斩杀2名苦修士之后，依然只有退了回来。他的右肩上还插着2支深可入骨的剑枝，鲜血流了下来。海棠看了他一眼，狼桃没有转身，沉默说道：陛下有令，一定要让他活着。此时众人伤的伤，死的死，虽都是可以横霸一方的强者，然而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勇猛地突围而出。因为看着庆国朝廷这阵势，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活下去的可能。皇帝平静地看着城下的这一幕幕血腥的场景，沉默片刻以后轻声说道：继续。先前太极殿刺杀结束的刹那，皇帝陛下终于觉得解脱了，压在自己身上的无形枷锁解脱了，所以他才恢复了往日的自信与从容优雅，有条不紊地开始布置着一切。在大东山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20几年前太平别院那件事情之后，伟大的庆帝在这个世间最为警惕的便是那个蒙着黑布的少年和那个消失不见的箱子。而太极殿时，庆帝已经将范闲逼到了绝路，可是箱子依然没有出现，五竹依然没有现身。庆帝最后的警惕终于消失无踪，他终于可以确定那箱子不在范闲的身上，至少现在不在范闲的身上，而老五想必被困在神庙里，再也无法出来。皇帝微眯着眼，看着皇城下那些垂死挣扎的强者们，心里却没有什么大的波澜。正如先前范闲所想的那样，大东山上都是那样，更何况眼下这些9品的小人物呢？皇帝的心里并没有丝毫得意的情绪，因这等小事根本无法让他得意。他只是远远的静静地看着生死不知的范闲，心里升起了淡淡的疲惫之感。随着皇城上的军令，包围了整座广场的庆国精锐再次举起了手中的长弓，稳定的箭矢再次瞄准了雪地中那些浑身是血的强者们。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刺客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只知道只要自己手里的剑放出去，那些刺客再厉害也只有死路一条。或许有的军方将领或是聪明的军士猜到了小范大人的存在，看到了他的存在，心里有些颤抖。因为范闲在庆国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传奇，可是这种传奇却马上要被自己亲手杀死，只要是庆国人，只怕都会有所动摇。正如横在丁字路口的叶仲，在剑手之后的史飞，在皇城之上的宫典，这3位庆国军方大员在这一刻的心里都生出了淡淡悲哀之意。然而军命难违，军令难违，所有的军士依然举起了手中的长弓，瞄准了那方。皇帝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然而皇帝没有发现，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在离皇城广场有些遥远的摘星楼楼顶上，也有一个人正瞄准着皇城之上的他。摘星楼是京都第3高的建筑，本是天文观用来观星象的旧所，只是后来叶家小姐入京，重新在京都外的山上修了一座观星台，从而这座摘星楼便渐渐废除。除了日常清扫的仆役之外，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庆历12年的正月寒雪中，却有一个身材瘦小的人匍匐在摘星楼的楼顶上，一件极大的白色名贵皮裘就这样披在他的身上，与四周楼顶的白雪一道，掩盖了他身上穿着的那件青衣小丝衣物的颜色。这个人隐匿得极好，在风雪的遮掩下，竟似是与摘星楼覆着雪的楼顶融在了一处。在名贵白色毛球的前方，有一只冰冷的金属制的管状物伸了出来，正是那把曾经在草甸之上轰杀了燕小乙的重狙。白色毛球下的那个人轻轻喝了口热气，暖了暖冻得有些僵的手掌，重新将眼睛附在了光学瞄准镜上，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用真气回复着自己有些紧张的心跳，
将镜中的视野固定到了皇城之上，皇帝陛下的身上。皇城极远，皇帝却近在眼前，这种感觉他很熟悉，今天这种环境他也很能适应，因为苍山夜里的雪其实比今天京都里的雪还要更难熬一些。毛球下的枪口微微移动了一丝，做完了最后一次调整，那根手指稳定地触上了冰冷的金属，一丝都没有颤抖，略停顿了片刻，然后轻轻抠动，咔的一声轻响，变成了一声闷响，又变成了一声惊雷，最后化作了撕裂空气的怪异鸣声，美丽而恐怖的火花喷洒开来。摘星楼在皇宫东南方向约2-3里外，如此远的距离，在漫天风雪的遮盖下，谁都没有注意到远处的那一丝动静。摘星楼上那张白色的名贵皮球微微一震，枪口伴着烟火发出一声巨响，然而声音的传播速度却要远远慢于那枚子弹的速度。至少这一刹那的皇宫城头角楼之前的众人都依然静静地看着宫前雪地里那些待死的强者，四周遍野的庆军精锐，没有任何人察觉到死神的镰刀已然割裂了空气，用一种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靠近了他们的皇帝陛下。从摘星楼至皇城之上，那既代表着死亡的波动会延续约1秒多钟，足够一个人眨几次眼睛，然后一直平静眯着眼睛注视着城下的皇帝陛下，这次并没有注意到2-3里外那片风雪里偶尔亮起的一抹闪光，所以留给这位大宗师反应的时间已经变得极少极少。当他感应到天地中忽然出现了一抹致命的气息，甚至自己都无法抵抗的气息时，他只来得及眨了眨眼，面色变得惨白，双瞳里的光芒一凝一散，身体像一道烟尘般迅疾向后退去。皇帝陛下受了伤，真气消耗了极多，然而在这生死关头，竟是爆发了人类不可能拥有的能量，瞬息间消失在原地，像一只游魂一般猛地倒行砸入了角楼内。倏的一声闷响，此时才响起，那粒高速旋转没有机会翻筋斗的子弹就擦着那抹明黄身影的肩头射了过去，在坚硬的宫城墙上硬生生地轰出了一个约1尺见方的大洞，深不知几许。青砖硬粒在这一刻脱离了本体，以射线的方式向外喷射，就像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除了像一缕青烟般急退的皇帝陛下，城上城下依然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甚至没有一个人发现出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一刻，青砖墙上开出的凶猛之花还在飞溅的途中，棱角锋利的石屑在空气中似乎保持着静止的状态，与周遭的雪花混在一起，刺在一处。